煮綠豆湯時，切記不要直接下鍋煮，下鍋前只需多加一步，10分鐘就會軟爛出沙。如果你喜歡喝綠豆湯，那麼一定要來看完這個視頻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鵬鵬。綠豆是一種常見的豆類，它主要成分包括蛋白質、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纖維、維生素和礦物質，以及多酚類物質和抗氧化成分等等。正是這些營養成分讓它成為了高蛋白、低脂肪的健康食材。然而，綠豆除了用來熬粥之外，最令人受歡迎的就是煮綠豆湯。雖然說綠豆湯在夏季是常見的，其實不然，一年四季每個季節，我們都可以適量的喝上一些綠豆湯，對我們非常友好哦。廢話不多說，我們先盛出2勺綠豆，這2勺可以煮2大碗。而很多人喜歡在水中把綠豆泡一泡，這樣容易開花，但是非常浪費時間。其實呀，我們煮綠豆之前只需要用水先把每一粒綠豆都給它打濕，煮之前多加一步，就可以省去泡綠豆的那1-2個小時時間，像這樣就已經差不多了。然後將裡面多餘的水分給它倒掉。接下來這一步就是讓綠豆快速軟爛開發的重要步驟。沒錯，就是盛出1勺白糖。之所以加入白糖，是因為白糖它顆粒感非常的強。然後我們開始來搓綠豆，大約要搓5分鐘左右時間。這種方法主要原因是通過物理摩擦來破壞掉綠豆表面的硬殼結構。這樣搓的過程，白糖會與綠豆表面產生非常大的摩擦力。這樣一來，綠豆表面的豆皮完整性就會被破壞掉，在煮的過程中就會讓水更加容易滲透到綠豆內部，讓綠豆在煮的過程中快速吸水膨脹，然後煮爛開花。所以啊，你平時在煮綠豆的時候，有沒有煮前多加這一步呢？不要小看白糖和綠豆摩擦的這5分鐘，它可是為我們大大的節省了1到2個小時時間哦。搓好以後，我們再來洗綠豆，直到將綠豆給它洗得清澈為止。可以看見已經起到了明顯的效果，因為可以很明顯的看見，現在淘取綠豆的水已經開始逐漸有點微微發力，說明啊，我們剛剛用白糖和綠豆來摩擦是起到不錯的效果的。接下來我們把水給它倒掉，再次加入水，把綠豆清洗一下。看一看，現在無論怎麼洗，裡面的水都已經清澈了，說明現在綠豆已經清洗得非常乾淨。然後我們用漏勺將綠豆過濾出來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認為還不夠乾淨，那麼我們也可以將綠豆用手扒拉一下，再次清洗一遍。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流水來沖，
就算上面有灰塵，也會通過漏勺過濾掉。這種方法來清洗就非常乾淨了。洗乾淨以後，把綠豆倒入砂鍋中，再用力發财的手往裡面加入山泉水或者純淨水，水多水少根據個人喜好而定。因為有的朋友喜歡吃綠豆沙，有的喜歡喝綠豆湯。然後把鍋蓋蓋上，先用大火把鍋裡面燒開。燒開之後，我們還要進行下一步，往裡面少量的加入一些涼水，這樣有助於綠豆更加快速軟爛開花喲。而如果有的朋友追求綠豆顏色碧麗，那麼也可以往裡面加入一小勺白醋哦。然後再次蓋上鍋蓋，將鍋裡燒開。鍋中再次煮開以後，可以再次加入一點點涼水，因為可以看見現在綠豆已經逐漸開始開花。想要口感好，我們一定要加入糖。個人喜歡用冰糖，你也可以選擇用白糖哦。喜歡甜的朋友可以多加入一些，然後繼續給它攪拌攪拌。看一看，現在的綠豆基本上已經開花了，但是還沒有出沙。這裡可以再次蓋上鍋蓋，仍然用大火給它燒開，然後再轉中小火給它煮5到8分鐘即可。時間到了之後，關火開鍋。別說，聞起來真的特別的香。再次用勺子盛出來看一看，現在的綠豆已經非常的軟爛。如果你喜歡吃綠豆沙，那麼也可以再熬2分鐘，將裡面的湯再次熬少一些。反之，喜歡喝綠豆湯的，那麼現在就可以出鍋了，盛上滿滿的一大碗，然後趁熱就可以吃了。很多朋友只知道在夏天喝綠豆湯是非常舒服的事兒，但是你試過在冬天喝這樣一碗綠豆湯嗎？你知道冬天喝綠豆湯有什麼作用嗎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哦。當然了，個人建議在冬天喝綠豆湯的時候，1個星期喝上2到3次即可，不要過多喲。如果你平時喜歡喝綠豆湯，那麼開花慢、出沙慢，一定要用這個方法試一試哦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，下個視頻見，拜拜。